厨房里那瓶不起眼的米醋，其实是你家里最被低估的养花宝贝。很多人花大价钱去买什么进口的生根水，各种花里胡哨的调节剂，结果买回家发现还不如厨房灶台上这瓶酸溜溜的液体好用。米醋之所以能成为养花神药，不是因为它是神仙水，而是因为它里面含有丰富的醋酸，还有少量的乳酸、氨基酸和糖分，这些东西对于植物来说都是宝贝。首先最核心的作用就是调节土壤的酸碱度。我们都知道栀子花、杜鹃、茶花、茉莉这些花，它们的老家都在南方山区，那里的土全是腐叶土，天生就是酸性的。我们要是在家里用自来水养，就得人为的去模拟那个酸性环境，米醋里的醋酸兑水浇灌下去，能中和自来水和土壤里多余的碱性物质，把板结的土壤慢慢变得疏松透气。更神奇的是，它能把土壤里那些原本植物吸收不了的铁元素，转化成植物能吸收的离子形态，这就像是给植物打开了胃口，让它能大口大口的吃饭。所以你只要坚持用，哪怕不怎么施铁肥，花草的叶子也能保持翠绿。在这里我要非常严肃的提醒大家，不是厨房里随便拿一瓶醋就能往花盆里倒的，用错了醋比不治还严重，甚至能直接把花烧死。我们去超市买醋的时候，一定要把瓶子转过来，看看背面的配料表，这点非常关键。养花用的醋必须是酿造的米醋，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必须是无盐的，或者钠含量非常低的。如果你拿那种炒菜用的陈醋、香醋，甚至是吃水饺用的蒜醋，那里面通常都加了大量的食盐。植物最怕的就是盐，盐分到了土壤里，会造成土壤盐渍化，植物的根系遇到盐分，里面的水分就会被反向抽出来，这叫反渗透现象。结果就是你看着土是湿的，但是花草却脱水干枯了，就像人喝海水越喝越渴一个道理。所以大家记住，配料表里只要有食用盐这3个字，或者钠含量很高的，一律不要用，最好就是买那种最便宜的，配料表里只有水、大米或者是高粱、大麦这些粮食作物发酵出来的白醋或者米醋，颜色淡一点没关系，关键是成分要纯粹，不要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学好了醋，接下来就是怎么用的问题，这可是个技术活，浓度掌握不好，神药变毒药。最基础也是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灌根，也就是代替平时的浇水。这个方法主要用来改良土壤，预防和治疗黄叶病，特别是对于栀子花这种著名的黄叶大王，效果立竿见影。我们兑水的比例要控制在300倍到500倍之间。大家家里如果没有专业的量杯，我就教大家一个笨办法。通常那种矿泉水瓶盖，一盖子大概是5毫升左右，我们找一个大的可乐瓶子，那个大概是2升或者是 2.5 升的容量，你就倒一瓶盖的米醋进去，然后把水灌满，摇晃均匀，这个浓度就非常安全，大概就是500倍左右的比例。对于比较娇嫩的花草，比如杜鹃，我们可以再稀释一点，用到800倍甚至1000倍，宁可淡一点也不要浓了，太浓的醋酸会烧伤根系的毛细根，那就得不偿失了。这种兑好的米醋水，我们不需要天天浇，大概每隔10天半个月，趁着盆土干了需要浇水的时候，给它浇透一次。记住一定要浇透，让水从盆底流出来，这样不仅能补充酸性，还能顺便把土壤里积累的盐分冲刷带走一部分。坚持用个3-4次，你就会发现原本硬的像石头一样的盆土表面开始变得有点松软了，起白霜的现象也少了。最明显的是新长出来的叶子不再是那种病歪歪的黄绿色，而是嫩绿的，充满了生机。特别是北方的朋友，或者是家里水质特别硬的朋友，这个方法简直就是给花草续命的。而且这种方法不仅限于栀子花和杜鹃，像我们家里常见的发财树、金钱树、君子兰，其实它们也都喜欢微酸性的土壤，只是没有栀子花那么敏感。偶尔给它们喝一点淡淡的米醋水，它们也会长得更壮实，叶子更厚实。除了灌根，米醋还有一个绝技，就是擦叶子。很多花友家里的花养在室内时间长了，叶子上全是灰尘，灰蒙蒙的，看着就没精神。这层灰尘不仅难看，还会堵塞叶片上的气孔，挡住阳光，影响植物的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这时候如果你只是用清水擦，干了以后往往还是有水印，
而且很难擦得特别亮。这时候你把米醋兑水稀释个500倍，找一块软一点的棉布，蘸着这个米醋水去擦拭叶片，一定要正反面都擦，正面是为了美观和清洁，背面是因为很多气孔都在叶子背面。擦完之后你会惊讶的发现，那个叶子简直就像是打了一层蜡，绿的反光，绿的滴油。这是因为米醋不仅清洁能力强，它里面的营养成分能直接被叶片吸收，让叶片细胞更加充盈，叶绿素含量增加。像君子兰、橡皮树、琴叶榕这些大叶子的植物，用这个方法擦一遍，那个颜值立马提升好几个档次。而且米醋的那股淡淡的酸味，虽然我们闻着不太明显，但是对于一些小虫子，比如红蜘蛛、蚜虫，它们是很讨厌这个味道的，经常擦一擦，还能起到一定的驱虫防虫效果。刚才我们提到了栀子花和杜鹃，其实还有一种花特别适合用米醋，那就是绣球花。虽然大家都知道绣球花可以通过调色剂变成蓝色或者粉色，但如果土壤碱性太强，绣球花是很难调出那种梦幻的深蓝色的，它会变成那种脏兮兮的粉紫色，甚至叶子发黄焦枯。在绣球花的生长旺季，我们每星期给它浇一次500倍的米醋水，能维持土壤的酸性环境，这时候你再去施加调蓝剂，锂离子才能被吸收，开出来的花才会是那种纯正的深邃的蓝色。而且绣球花的叶片很大，蒸腾作用强，对水分需求大，水大就容易碱化土壤，米醋正好能平衡这一点，是养好蓝色绣球的秘密武器。当然啦，如果是想要红色的绣球，那就不用刻意去维持强酸性，但微酸性的环境依然有利于它的健康生长。在使用米醋养花的过程中，还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比如时间的选择，最好是在早晨或者是傍晚，千万不要在中午大太阳底下浇，虽然醋水浓度低，但是在强光下水珠可能会形成凸透镜效应灼伤叶片，而且高温下醋酸挥发太快，容易对叶片造成刺激。另外，米醋虽然好，但它毕竟不是万能的肥料，它主要起的是调节和辅助作用，该施肥的时候还是要施肥，氮磷钾不能少，米醋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药引子，帮植物把吃进去的肥料更好的消化吸收。如果你只浇醋不施肥，植物虽然不黄叶了，但是可能会因为缺营养长得瘦弱不开花，所以我们通常建议米醋水可以和发酵好的淘米水或者是稀薄的叶肥交替使用，或者混合使用，只要肥料不是强碱性的就行，这样既补了酸又补了肥，效果那是翻倍的好。很多新手朋友可能会担心，醋毕竟是酸的，会不会把根烧坏？其实只要你把握住我刚才说的宁稀勿浓的原则，是非常安全的。植物对酸性的耐受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强，特别是这些喜酸花卉，它们在原产地，土壤的酸碱值甚至能达到很酸的程度，而我们兑了500倍的米醋水，其实也就微酸性，完全在它们舒适的范围内，甚至有些花友为了追求效果，会把浓度提高到200倍。对于一些老桩或者是生长特别强健的植物可能没事，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建议大家从500倍开始尝试，慢慢观察植物的反应。如果叶子变得翠绿有光泽，说明它很喜欢；如果出现叶间干枯或者萎蔫，那就要赶紧停止，用大量清水冲洗盆土。还有一种情况，大家可能在养花过程中遇到过，就是盆土表面长了一层白毛或者青苔。虽然一点点青苔看起来有古意，但是如果太多了，就会抢夺土壤的养分，而且透气性变差。这时候喷洒一点米醋水，能有效的抑制这些霉菌和过度生长的青苔，让盆面保持清爽。这对于预防一些土传病害，比如立枯病、根腐病，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因为很多致病菌都是喜欢中性或者偏碱性的环境，酸性环境对它们有抑制作用，所以说这一瓶小小的米醋，从土里到叶面，从生根到防病，简直就是全能选手。关键是它便宜啊，一大瓶才多少钱？比起那些动不动就几十上百的园艺专用药剂，性价比简直高到天上去了。首先要登场的是米醋的最佳拍档，也就是鸡蛋壳。很多花友都知道鸡蛋壳能补钙，但是直接把蛋壳扣在花盆里，那是错误的，不仅吸收不了，还容易招虫子发臭，
甚至划伤植物的根茎。植物要想吃到蛋壳里的钙，必须先把碳酸钙转化成醋酸钙，这时候米醋就派上用场了。我们平时做饭剩下的鸡蛋壳，先把里面的蛋液洗干净，这一步不能省，不然会臭。洗干净后晒干，或者在锅里稍微炒一下，把它弄碎，越碎越好。然后找个玻璃瓶子，把碎蛋壳放进去，倒入米醋，这时候你会看到瓶子里像煮沸了一样，冒出大量的气泡，还会发出滋滋的声音。这就是化学反应正在进行，醋酸正在把坚硬的蛋壳溶解掉。等到气泡不再冒了，这个溶液就做好了。这就是最顶级的有机液体钙肥。我们取上层的青叶，兑水稀释1000倍，喷洒在植物的叶面上，或者是浇灌在根部。这对于那些容易倒伏的植物，或者是正在长身体的小苗，简直就是大力水手吃了菠菜，茎秆立马变得硬挺。特别是番茄、辣椒这种容易缺钙的蔬菜，喷了这个醋酸钙，果实结实又光滑。对于花卉来说，充足的钙质能让花朵的脖子更硬，不会出现那种花开得太大把头压弯了的情况。接下来是米醋和香蕉皮的组合，这是专门为那些只长叶子不开花的懒花准备的。香蕉皮含有丰富的钾元素，钾是植物的抗逆因子，也是开花的动力，但是香蕉皮直接埋土里分解太慢，还容易烧根。我们把香蕉皮切碎，塞进塑料瓶里，加入米醋没过香蕉皮，再加一点点红糖，这叫糖醋发酵液，密封起来放在阴凉处，大概发酵个2-3周，你会闻到一股很浓郁的果醋香味，完全没有那种沤肥的臭味。这种液体里全是高浓度的钾和活性酶。我们在花卉孕育花蕾之前，每隔1周给它浇一次500倍的稀释液，那个花苞会蹭蹭的往外冒，而且花色特别鲜艳，花期也能延长好几天，特别是对于月季、三角梅这种开花机器，这就是它们最爱的能量饮料，喝了之后就像充了电一样，一波接一波的开。除了补钙补钾，米醋还能用来提取骨头里的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骨粉。平时家里吃排骨剩下的骨头，如果不经过高压锅炖烂，直接埋土里几年都化不了。但是如果你把骨头洗干净，甚至把上面的肉剔除干净后烤酥脆敲碎，然后泡在米醋里，米醋能把骨头里的磷元素置换出来，变成水溶性的磷肥。这个过程可能需要稍微长一点的时间，大概1个月左右，但是效果绝对惊人。磷是管开花和长根的，用了这个骨头醋水，君子兰的根系能长得像萝卜一样粗壮，根壮了，叶子自然就宽大油亮，开花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这比去买那种化学合成的磷酸二氢钾要温和得多，而且还附带了大量的有机质，能改良土壤结构。讲完了肥料，我们再来深入聊聊米醋在防虫防病上的妙用。红蜘蛛是所有养花人的噩梦，特别是月季和柑橘类的植物，这东西繁殖快，还会有抗药性，但是它们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怕湿怕酸。我们用米醋兑水500倍，然后在里面滴上2滴洗洁精，注意只要1-2滴。洗洁精的作用是增加粘附性，让水珠能挂在虫子身上，然后把这个溶液装进喷壶，对着有红蜘蛛的叶子背面猛喷，一定要喷透。米醋的酸性会腐蚀红蜘蛛的体表，洗洁精会堵塞它的气孔，这套组合全下来，红蜘蛛基本上就窒息而死了，而且物理杀虫没有抗药性，今天喷了，明天还能喷，连续喷个3天，红蜘蛛就销声匿迹了。同样的道理，对于那些讨厌的蚜虫、介壳虫的幼虫，这个方法同样有效，关键是它安全啊。在阳台上用，不用担心把家里搞得全是农药味，对人体和宠物都无害。还有一种让人头疼的病叫白粉病，就是叶子上像撒了一层白面粉一样，这是真菌感染，特别是在春夏交替，湿度大又不通风的时候最容易爆发。一旦发现初期症状，别急着买药，先用米醋兑水300倍，拿棉签蘸着擦拭病斑，或者直接喷雾。米醋里的醋酸有很强的杀菌能力，能直接破坏真菌的细胞壁，抑制孢子的萌发，基本上擦个1-2次就能控制住。如果是黑斑病，效果也类似，虽然不能把已经变黑的叶子变回来，但是能防止病菌扩散到健康的叶子上。
给植物争取恢复的时间，这就像是给植物穿了一层酸性的防护服，把病菌挡在外面。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米醋虽然是神药，但也不是所有植物都适用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拿小本子记下来，这是雷区，千万别踩。有些植物天生就是喜欢碱性环境的，也就是我们说的喜碱植物，如果你给它们浇米醋，那就是要把它们送上西天。最典型的就是仙人掌、仙人球、多肉植物，这些沙漠里来的家伙，它们喜欢干旱、疏松、微碱性的沙质土壤，如果你给它们灌米醋，根系马上就会腐烂，整个植株化水死给你看。还有像铁线莲，它是有名的石灰植物，喜欢钙质丰富的碱性土。薰衣草、迷迭香这些地中海气候的香草植物，也多半喜欢偏碱或者是中性的环境。对于这些植物，我们不仅不能用米醋，有时候还得故意往土里撒点草木灰或者是石灰来增加碱性。所以大家在用醋之前，一定要先搞清楚你养的这盆花到底是南方花卉还是北方花卉，是喜酸的还是喜碱的，千万别好心办坏事。除了直接浇花，米醋还是清洁园艺工具的好帮手。我们平时用的修枝剪、铲子，用的时间长了容易生锈，变得钝钝的，还带着各种病菌。要是再去修剪健康的枝条，很容易造成交叉感染。这时候你不用去买专门的除锈剂，找个杯子倒点纯米醋，把剪刀泡进去，过个把小时拿出来，用钢丝球轻轻一擦，铁锈全掉了，光亮如新，而且顺便还消了毒。剪起枝条来，咔嚓咔嚓脆，切口平整，植物愈合的也快。还有家里的陶土盆、瓦盆，用久了外面会泛起一层白白的水垢和盐碱，特别难看，还堵塞盆壁的透气孔。用抹布蘸着浓一点的米醋水擦一擦，或者是把整个空盆泡在醋水里过夜，第二天拿刷子一刷，立马恢复原本那种古朴的质感，透气性也恢复了。有些花友可能会问，既然米醋能杀菌，那我能不能用它来给土壤消毒呢？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方法要粗暴一点。如果你有一些旧土，担心里面有虫卵或者病菌，又不想高温暴晒，可以把土摊开，用50倍的高浓度米醋水把土淋透，然后用塑料薄膜盖起来焖个几天。高浓度的醋酸能把土里大部分的有害微生物和虫卵杀死，同时还能中和旧土里积累的碱性。等焖完之后，把土摊开晾干，让醋味散发掉，这土就变废为宝了，又是一盆疏松透气的好土。这招叫米醋焖土法，是很多老园丁省钱的秘诀。说到省钱，还有一个更有趣的用法，就是除杂草。如果你家有个小院子，或者是砖缝里老是长杂草，拔了又生，除草剂又有毒，这时候你可以直接买那种最便宜的大桶白醋，不兑水，或者是加一点点盐和洗洁精，直接喷在杂草上，要在中午太阳最大的时候喷。纯醋酸加上盐分，能让杂草迅速脱水枯死，而且不会污染地下水，过段时间醋酸分解了，土地还是好的。这对于家里有小孩和狗狗在院子里跑来跑去的家庭来说，是最安全的除草方案。但是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个误区，有些人觉得既然米醋好，那我把苹果醋、葡萄醋、柠檬醋这些好喝的饮料醋拿来浇花行不行？虽然理论上它们也是酸性的，但是这些饮料醋里面通常加了大量的糖、蜂蜜，甚至色素和香精，糖分太高倒进土里，那是蚂蚁和蟑螂的狂欢节。不用2天，你家花盆就成虫子窝了，而且高糖分在土里发酵会产生高热，直接把根烧熟。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一定要用厨房调味用的配料表简单的酿造米醋，越简单越好，越便宜越好，千万别把好东西用错了地方。